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最近有很多朋友给木子留言说自己有高血压，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好血压。那木子建议大家在吃降压药的基础上，要控制好饮食，还可以试试吃点辅助降压的食物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2种。第一种，玉米须。现在我们大多数吃的都是玉米，对于玉米须呢，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作用。玉米须又叫龙须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玉米须有扩张血管、利尿消肿的作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辅助降压，对降尿酸也有一定帮助。第二种，罗布麻。罗布麻属于中药材，可以用来泡茶喝。罗布麻中含有芸香苷和钾元素，可以软化血管，清理血管垃圾，对抑制血压升高有很好的效果。所以血压高的人就可以经常用罗布麻泡水喝。那有高血压的人药物呢是一定不能停的。上面这2种食物只能辅助降压，平时呢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适当的进行锻炼，保证好自己的情绪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血压。血糖高现在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。那么对于降血糖，除了用药物和食疗外，可以呢常做一些小动作。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踮脚甩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，将双脚稍微分开一点，然后踮起脚尖，同时双手向上抬起。当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双手向后面甩动。每天反复做5到10分钟，可以呢早晚都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。不仅可以起到降血糖的作用，还能够帮助疏通血管、养护肾脏，对身体大有益处，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没事儿还能够帮助强身健体哦。那血糖高的人呢，平时不要吃含糖高的食物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软化血管，可以帮助辅助降血糖，养护血管健康。说到高血糖，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了，血糖高要好好的控制，不然呢很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平稳血糖。第一种，苦瓜。苦瓜是常见的蔬菜，虽然有点苦，但是营养很高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苦瓜皂苷，能够刺激胰岛素释放，有很好的降血糖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经常的吃一些苦瓜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经常吃对身体大有益处。苦荞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有一定帮助。所以血糖高的人多吃点苦荞也能够辅助降糖。上面的食疗方法也只是起到辅助作用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还要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血糖平稳，身体也更健康。现在的人吃的越来越好了，但是这也导致很多疾病出现，比如血糖高。血糖高呢会给身体带来一定伤害，若脚上出现2种表现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第一种，脚部瘙痒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有脚气，那么脚部会有发痒的感觉，但如果不是，脚部出现瘙痒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因为血糖偏高会影响身体新陈代谢，这样汗液排不出去，脚部就可能会发痒。若你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第二种，双脚麻木。如果你蹲的时间长了，脚部可能会有发麻的情况，但如果你正常走路，双脚有麻木、疼痛的感觉，这也可能是体内血糖高了，大家要多注意。如果发现自己血糖高了，就要好好的控制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保证睡眠充足，多进行运动，还可以呢喝点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，有助血糖的稳定。高的人尿液也许有2种异常，若一个没占，血糖还算稳定。第一个，尿液发黏。当人血糖高的时候，尿液中的糖分含量也会增多，这时呢，尿液就会有发黏的情况。若你也有的话，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值。第二个，尿液有异味。
正常人的尿液呢是清澈透明，并且没有异味和泡沫的。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尿液发黄、有异味，并且泡沫增多，这可能是血糖升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也要注意了。那上面这2种情况，若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那血糖高的朋友，平时除了用药物外，还可以呢喝点苦荞茶，也能够帮助辅助平稳血糖哦。因为很多人生活饮食作息不规律，所以出现血糖高的情况。血糖高若不重视，会给身体带来损害。那怎么知道自己血糖高不高呢？可以看看睡觉时的3个表现。表现1：睡觉时手脚麻木。如果血糖偏高，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液循环变慢，而我们的手脚呢又处于肢体的末端，这样睡觉时就可能会有手脚麻木、冰凉的情况。表现2：睡觉时异常的饥饿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睡觉时并不会感觉到饿，但如果你总是想吃东西，感觉很饿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的信号了。表现3：睡觉时皮肤瘙痒。血糖偏高很可能会损害神经系统，而且还会使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样呢就容易造成皮肤瘙痒，所以睡觉时皮肤瘙痒也要小心是血糖高了。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喝点大麦茶或者苦荞茶，有助控制血糖。现在的人习惯了大吃大喝，这样肆无忌惮的饮食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，若不加以控制，就容易引起糖尿病。那血糖高的人手上可能会有3种表现。1: 手指麻木。我们手指处于身体的末端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血管和神经，这时呢手指就可能会出现麻木、刺痛的感觉。如果你总是出现，就要注意了。2: 手背红肿。血糖太高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这时手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的情况，这也是血糖高的一种表现。3: 手指伸不直、不灵活。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如果血糖失控，很可能会损害关节和软组织，这时呢手指就可能会有伸不直、不灵活的现象，也要多注意了。如果你没有上面3种现象，表明血糖还算平稳。平时想要控制血糖，要注意调整饮食，可以呢多喝点桑叶茶、玉米须茶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。高血糖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了，平时一定要好好的控制。那除了多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对降血糖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推腹。首先自然的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膀同宽，然后找到我们腹部的正中线，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从上往下的推，一直推到小腹处，可以稍微的用点力气，每次推3到5分钟即可，可以早晚都推一次。因为腹部中线这里是任脉，这样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提升消化能力，对降血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想要降血糖的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。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平时饮食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，可以呢多喝一些能够辅助降糖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桑叶茶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，让身体更健康。我们的身体是离不开血液的滋养的，而血管是血液流淌的通道，血管呢遍布我们全身，但是血管也容易老化、变硬，甚至堵塞。如果血管堵塞了，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威胁，所以血管通畅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怎么知道自己血管堵没堵呢？若睡觉时出现3种情况，就需要养护血管了。表现1：睡觉时手脚冰凉。我们的手脚都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一旦血管堵塞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这时就容易使人睡觉时出现手脚冰凉、麻木的情况。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说明血液循环好，血管也处于健康状态。表现2：睡觉时胸闷气短。血管堵塞会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，如果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就可能会使人出现胸闷气短、呼吸困难的情况。若睡觉时出现胸闷气短，就要多注意疏通血管了。表现3：睡觉时一侧流口水。如果睡觉时偶尔流口水，这算是比较正常的，但如果频繁出现，并且一侧流口水，可能是血管堵塞了，这时要小心中风的出现。上面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保养的还不错。那对于血管不好的人，建议大家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进行调理，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疏通血管。第一种，山楂干。
山楂呢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，经常被制作成各种美食。山楂含有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三萜酸，具有扩张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功效，并且有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够帮助很好的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金钱柳，血管不好的也可以经常喝点金钱柳茶。金钱柳含有丰富的黄酮、多糖以及皂苷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强血管弹性，对预防血管堵塞有非常好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天下只有养生之道，没有长生之药。养生是长寿的伴侣，健康是长寿的朋友。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